火星环境十分恶劣，为什么马斯克还坚持要进行火星移民计划呢？而人类需要怎样做才能彻底改变火星的气候呢？想要实现火星移民，需要做到以下3个重点。第一步，向火星发送一批全自动智能模块机器人作为先行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火星上建立基地，比如地质勘探、土壤挖掘、工程提炼、电力网建设等，所有所需建筑材料均采用 3D 打印技术完成。第二步，向火星运送100名携带相关科学检测仪器、生活物资和居住材料的科研人员。火星上的氧气十分稀薄，想要解决氧气问题，需要提前向火星发送一批压缩充气房。这些充气房在到达火星后可自动充气，并且自身携带有氧气，在其内部包括科学实验室、维修厂、水源供应室和睡眠舱。第三步，也就是马斯克计划的在2050年正式将100万人分批运送至火星。这100万人的主要使命就是改良火星土壤、种植绿化带、种植树木。只有将火星彻底绿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火星缺氧问题，才能实现大规模城市建设和设施完善，未来才可以迎接更多的人类移居火星，甚至往返于火星和地球之间。一个行星需要形成磁场的前提是行星内部或者周围要有强大的带电粒子流。地球之所以能产生磁场，就是由于地核的旋转产生了强大的带电粒子，从而形成了磁场。由于火星的内核已经完全凝固，不再旋转，所以科学家另辟蹊径，表示可以通过电离火位移表面的粒子，再推动它加速绕火星公转，从而形成一个等离子环面，这样就足以产生一个保护火星大气的磁场。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吉姆·格林还提出了在火星和太阳之间放置磁偶极磁场，以保护其免受高能太阳粒子影响的概念。在有了稳定的磁场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加热火星，让它拥有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温度了。为此，科学家们积极探索出了几套可行的方案。第一种是在火星的近地轨道上放置一面轨道镜，是直径为155英里、重量为20万吨的聚酯薄膜盘，将阳光反射到火星表面进行加热。第二种是在火星上建造大量的氯氟烃、甲烷、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工厂。目前，多国火星探测器已经陆续发现火星上曾经存在大量生命的痕迹，这就说明火星是有可能改造成地球模样的。当然，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很多人认为他疯了，因为想要实现这些，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物力、时间和精力，就连马斯克的财力也未必能负担得起。但马斯克说过这样一句话：地球正面临诸多潜在危险，人类文明想要持续发展，就应该让生命在多个星球上生存。如果我们不加快火星移民计划，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马斯克坚信，既然人类能够成功登陆月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可以登陆火星，而他的使命就是希望人类文明能够永久地延续下去。